老坦克互轰，为什么巴铁能碾压塔利班？巴阿边境的炮火刚歇，一场同根同源的老坦克对决就炸翻了军迷圈。巴基斯坦的59D 坦克把阿富汗塔利班的 T55、T62坦克按在地上摩擦，同样是上世纪的老古董，为什么差距能这么大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。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巴基斯坦阿富汗大战再次爆发了，阿富汗塔利班不服输，趁着夜色掩护，出动大批 T55、T62坦克突袭巴基斯坦边境线。可结果呢？偷鸡不成18米，被巴军一顿痛揍。根据巴基斯坦官方发布的战报，这次冲突里，塔利班有6辆坦克被彻底摧毁，20多个边防哨所被攻占，20到30名士兵丧命，上百人受伤。整个战场完全是一边倒的挨打局面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巴基斯坦在这场对抗中握有全面优势。可塔利班偏偏明知打不过，还要硬着头皮主动出击。要知道，这已经是他们第2次偷袭巴基斯坦了，而且2次都以失败告终。可他们似乎没从教训里吸收半点经验。上一次冲突时，塔利班出动了大批美式悍马装甲车，想跟巴基斯坦的重型坦克正面硬刚，结果却吃了大亏。在厚重坚固的重型坦克面前，悍马装甲车的防护就跟纸糊的一样脆弱。巴军随便一发炮弹就能把它打报废，简直是一发一个小朋友。这次交锋，塔利班倒是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把轻型装备换成了重型坦克，可为啥还是打不过？关键问题就出在技术代差上。双方的装备看着都是坦克，可性能早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。我们先看看这场坦克对决的主角，一边是巴基斯坦陆军列装的上千辆59D 主战坦克，另一边是塔利班从装甲坟场里翻出来修复，数量还不到100辆的 T55、T62 坦克。单说这些坦克的出身，其实都算是爷爷辈的老物件。59式坦克的原型和 T55本就师出同门，都是冷战初期的经典车型。T62也只是稍晚推出的改进款，可偏偏就是在这样相似的基础上，巴基斯坦靠技术升级，硬生生把双方的装备拉出了代差级的差距。巴基斯坦的59D 主战坦克早就不是最初的原味款了。说是老车装新盒，一点都不夸张。主炮直接升级成了125毫米滑膛炮，还搭配了中国红箭8反坦克导弹。这款导弹厉害在哪儿？它能在8000米外精准命中目标，静止状态下甚至能击穿900毫米厚的军制装甲。再看塔利班的 T62坦克，炮塔正面装甲厚度才242毫米，车体正面更是只有102毫米，根本扛不住红箭8导弹的一击。火控系统的升级更是脱胎换骨，59D 配备的夜视设备，在漆黑的夜晚能锁定3公里外的目标，再加上电子计算机辅助瞄准，在500到3000米的射程内，命中率超过90%。防护方面，它不仅加装了复合装甲，还配合 LY80防空系统，搭起了远、中、近3层防御网。简单来说，这款老坦克已经武装到了大脑，既能有力攻击，又能有效防御，还能在夜里灵活作战，完全是全能选手。再看塔利班的那些装备，那才是真真正正原汁原味的古董。T55、T62连最基础的主动防御系统都没有，跟裸奔上阵没啥区别。没有数据链支撑，坦克之间没法互通情报，只能各自为战，活脱脱成了移动炮台，很容易被巴军逐个击破。最要命的是，这些坦克还没有夜战装备，一到晚上就成了睁眼瞎。巴军之前就多次利用夜色发动突袭，塔利班的坦克往往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摧毁了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些坦克大多是从喀布尔装甲坟场里拉出来的翻新货。塔利班既没有专业的维护人员，也缺少补给，高强度作战后，坦克经常出故障趴窝。这次冲突里就有12辆 T55因为发动机故障被直接遗弃。就这配置跟升级后的59D 对抗，简直就是活靶子，被歼灭只是早晚的事。其实塔利班就是太高估自己的实力了。当初他们能拖垮美军，靠的是不穿鞋的泥腿子打法，搞路边炸弹、人肉炸弹，打完就跑，不用守着土地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塔利班夺取了阿富汗政权，穿上鞋成了执政者，既不能再用那些游击战术，也不能打完就撤，因为阿富汗的每一寸土地他们都得守着。
可一旦打起阵地战，塔利班的短板就全暴露了。海、陆、空、电子战方方面面都落后，没有一项能拿得出手。反观巴基斯坦，早就搭建起了全套的中式装备体系。理论上来说，他们能出动翼龙2察打无人机，掩护 VT4主战坦克，协同推进打空地一体化作战，同时还能派出大批枭龙，对着塔利班的阵地搞地毯式轰炸。更关键的是，阿富汗境内连个防空导弹都没有，塔利班完全没掌握制空权。巴基斯坦空军能轻松越过边境线，深入到喀布尔，想炸境内哪个目标就炸哪个，根本没后顾之忧。除了军事硬实力的差距，塔利班在道义上也站不住脚。他们主动庇护巴基斯坦塔利班，比陆之解放军这些恐怖武装。这些武装分子动不动就对巴基斯坦发动袭击，严重威胁地区安全。而巴基斯坦呢，背后有中美2个大国支持，打着打击恐怖主义的旗号，对阿富汗境内的恐怖武装重拳出击，还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。按道理说，塔利班要是能积极配合巴基斯坦，一起把境内的恐怖武装消灭掉，不仅能洗白上岸，摆脱跟恐怖主义挂钩的标签，还能获得国际支持，缓解国内的困境。可他们偏偏选择跟恐怖武装站在一起，这不仅让巴基斯坦的打击行动更有正当性，还把自己推到了军事失利加道义失据的双重困境。在巴阿边境冲突中，巴基斯坦陆军的5.9D主战坦克能凭借技术升级后的实力，轻松压制塔利班的 T55、T62坦克，背后藏着的是一段贯穿中国装甲工业发展的传奇历程。要讲5.9式，就得先说说它的原型——苏联 T54坦克。作为 T 家族成员 ，T54的诞生离不开2战的背景。当年苏军 T34坦克在德军动物园装甲部队面前屡屡吃亏，2战末期便研发出 T44坦克。可这款坦克只生产了2000辆，因为它登场第2年，德国就投降了。为应对西方威胁，1946年，苏联在 T44基础上改造出 T54，这便是5.9式的前世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解放军装备的坦克少得可怜，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。第一辆坦克功臣号其实是日式97式中型坦克，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就以它为核心组建了首个坦克大队。后来解放战争推进，解放军又从国民党物流大队手里接收了不少美式 M3A3 和谢尔曼坦克。可随着美国实施武器禁运，这些坦克逐渐变成了一次性产品。朝鲜战争爆发前，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虽装备了 T34坦克，但这些落后时代的装备在美军面前根本不够看。直到打赢朝鲜战争后，苏联才提供了大量工业支持，也就是156计划。1955年，苏联专家带着全套图纸来到包头617厂，服务3代人的5.9式就此开启生产之路。5.9式最亮眼的要数发动机，虽说装甲厚重让整车重达36吨，但苏联提供的12缸发动机直接让它的公路速度达到50千米每时，航程能到400公里，机动性在同重量坦克里相当出色。可好景不长，赫鲁晓夫上台后，中苏关系急转直下。1958年，苏联专家全部撤走，生产5.9式的重担落到了中国工程师肩上。1959年，建国10周年庆典上，5.9式坦克首次公开亮相，成了当时陆军的高科技明星装备。但受限于技术，接下来的10年里，5.9式只生产了几十辆，还得靠 T34撑场面。直到60年代末期，中国摸索出复合钢生产方法，5.9式才开始批量生产，短短几年就造了2000多辆。那时候的中国正处内外交困，美苏双重围堵，中苏边境压力巨大。虽然解放军与苏军对峙10多年，但5.9式始终没机会实战，没能和师傅 T54正面较量。他的第一次实战还是靠我们的老哥们儿巴基斯坦。当时美苏都拉拢号称第3世界领袖的印度，巴基斯坦逐渐向中国靠拢。为支援这个小兄弟，我们把现役的5.9式坦克和歼系列战斗机援助给巴方。1965年第2次印巴战争中，巴基斯坦陆军驾驶5.9式与印军交战，凭借出色性能赢得好评。战后又向中国订购了2000多辆，从此5.9式成了巴基斯坦陆军的制式装备。直到今天，巴军还在使用 ZTZ 5.9D 式主战坦克。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，解放军终于亲自驾驶5.9式走上战场，这也是中国首次在实战中使用这款坦克。
当时43军坦克团执行穿插任务，一路攻击前进32公里，提前5分钟完成任务，摧毁131个火力点，为大部队在高平撕开突破口。更令人惊叹的是，该团坦克在完全不适合坦克通行的道路上硬冲过去，创造了战场奇迹。不过，实战也暴露了59式的不少问题。此后20年里，我们开启了对59式的魔改之路，衍生出592、592A、59C、59D、59、120、59J 等众多型号。不过，无论怎么改，59式的5对负重轮和动力系统始终没变，这可是苏联坦克的精华，也是它能不断升级的基础。到如今，解放军的59式以及衍生型号总产量早已突破1万辆，一款坦克实实在在服务了3代陆军人。现在99式坦克已成为陆军主力，但59D 依旧是中型合成旅的重要装备，毕竟它的动力系统太可靠了。不仅如此，装甲兵学院还把59式用作教学坦克，用来培养新一代装甲兵。按照目前规划，59式要继续服役到2030年才会全面退役。到那时，这款坦克将已服役70年，堪称解放军陆军历史上的永恒老兵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